都到齐了，都到了就说事儿。老大，把你账本子拿出来。爹，咱家现在主要资产就是村东头那间临街的铺面，还有后院的粮仓。存款我跟娘前2日拢了拢，统共4360块。4000多，够我娶媳妇儿了。老三，你这还没过门呢就惦记上了。再说你二哥还没娶呢，论资颓备也轮不到你，是吧，二弟？大成，你吃别打岔，今天分家，按老规矩，铺子和现钱大头给老大。他是长子，将来要顶门立父。老三还小，成亲得用钱，我从现钱里拨1500给他，剩下的……爹，那我呢？你二哥没听爹说吗？大头给大哥，小头给我。你嘛，你不是会摔面吗？摔面不用本钱，你有双手就行了呗。大成，你听爹说，老大他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没铺子他拿什么养活一家老小？老三他还小，不懂事儿。你呢？你有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爹也是为你着想。爹分家，你一碗水端平，泼了我一脸。二弟，你这话说的，你跟兄弟争这点家当，说出去不嫌丢人。老三，你别嘴碎。爹，我做满面做了13年，13岁就跟在您后面揉面熬汤。那间铺子当年翻修的时候，砖是我一块一块搬的，搬几块砖就想占铺子。二哥，咱爹还没死呢，你就开始争家产了？都给我坐下，反了你们了！咱村老李家3个儿子分家，老大还倒贴老二500块呢。那你怎么不让你家老大倒贴我呢？你冲我吼什么？有本事你冲爹吼去！这家是爹当的，又不是我当的。好了，二弟，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但爹说的也在理。你是咱家最吃的苦的，出去闯一闯未必是坏事。大哥在村里教一辈子书，也就这样了。你不一样，你有手艺。大哥，你这话说的真好听，铺子你占了，好话你说了，我张大成就是个傻子，活该背着破锅出去要饭。二哥，你要是真这么委屈，那干脆别分家了，你留下来，铺子给你，我去外头要饭，行不行？你给我闭嘴！凶什么凶？不就一碗面的本事，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大成，你少说2句，你爹他心脏不好。大成，分给你的东西我早就备好了，你跟我来。锅是旧了点儿，但还能用。擀面杖是你爷爷传下来的，你拿去吧。面是今年的新麦，够你吃1个月。就这些，就这些。你要是嫌少，现在就走，门在那边。哎呀，火锅配光棍儿，绝配呀！老二，回头嫂子给你买口新锅，别用豁的，划着嘴。大成，你上哪儿去？出去透透气。二哥，天黑了，别走丢了。大哥，这个柜子归我了啊！你昨晚说的，东西先到先得。老三，那柜子是娘的陪嫁，陪嫁怎么了？分家嘛，谁拿不是拿？你占了铺子，二哥占了擀面杖，我总得捞点啥吧，总不能让我光屁股结婚。老三，你倒是眼尖，那柜子少说值80块，你大哥都没舍得要。嫂子，你这就不对了，你家大龙可是文化人，要柜子干啥？摆书啊？我又不识字，我放衣裳。你看，你爹还没分气呢，这就开始抢上了。你少说2句。翠花，你来。娘，啥好东西？这是我当年嫁过来的时候你奶奶给的，现在分家了，我留着也没用，给你吧，你是长媳。哎呦，娘您太客气了，这镯子真好看。大林，你过来看，娘给我的。嫂子，娘的嫁妆怎么全给你了？我未婚妻那边还等着聘礼呢。你放手！你是儿子，我是媳妇儿，媳妇儿传媳妇儿，天经地义。什么天经地义？你那是抢！老三，你给我闭嘴！二弟，那是娘给我的。娘，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收着，他们抢他们的，你留着养老。大成，娘你别哭，我不争这些，装什么大度啊？反正你也争不过。看什么看？大约20斤，够我自己吃1个月的了。但是如果要出远门，这点东西连路费都不够。这是爷爷传下来的，当年爷爷在太和县城开板面馆，就用这根杖子摔了一辈子板面。大成，娘攒的私房钱，你别声张。你爹心硬，但我不能看你空着手走，拿着，出去好歹有个盘缠。娘，
这钱你留着。留什么留？你大哥有铺子有工资，老三有爹偏着，就你什么都没有，你让娘怎么放心？大成，你是个好孩子，就是命不好，生在这个家里，听娘的话，出去闯闯，别回头，闯出个人样来，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把眼珠子瞪出来。我得问问他，我分家了，什么都没了，只剩一根擀面杖，一口火锅，半袋面，还有100块皱巴巴的毛片。问问他还愿不愿意跟我？叔，石头乖，大成，你是说你什么都没了？没了，连那间偏房都没了。老三要圈起来养鸡。大成，你是个好人，在这村里头，也就你隔三差五给我送碗面，给石头带块糖。可是你现在，桂香，我有手艺，我出去租个摊子，1年就能翻身。你等我翻身。大成，我前头那个男人也说出去翻身，可他翻了3年，最后翻进了河，捞上来手脸都泡烂了。我一个寡妇带着石头，我等不用起3年，1年就1年我就能翻身。365天，天天的米钱柴钱，石头的学费谁来出？大成，你告诉我，你现在能给我啥？给我一间房，一口粮，还是一个名分？叔，你咋了？你哭了吗？没有，叔眼睛里进沙子了。叔，你明天还来吗？你还给我带麦芽糖吗？石头，叔以后可能来不了了。桂香，那碗面我还给你留着。叔，你去哪儿啊？呸！我张大成还会回来的。大成，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跑我这里干嘛？先进来，先进来，喝口热的。出啥事儿了？所以你打算去哪儿？唐山，听说那边工地多，外乡人好落脚。唐山，你想好了？到了那边可就真是一个人从头开始了。不然呢？留在这儿，天天看老三的脸色。来，暖暖身子。大成，你有没有想过，你做的那个板面跟别人有啥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就是面要摔得到位，汤要熬得到火候。我爷爷传下来的法子，摔到位，熬到火候。你这活我吃过，别人家一碗面就是填肚子，你那一碗吃完了还想再喝口汤。你晓得为啥吗？因为你摔面的时候每一步都讲究，面要醒够时辰，摔的时候用力匀，拉出来的面有筋骨。汤料里搁了20多味东西，但吃不出来杂味儿，只觉得香。这叫啥？这就叫专业。我前阵子看报纸，上头说外头现在流行标准化，肯德基、麦当劳，全世界一个味儿。我就想，咱这拌面能不能也标准化？万一有一天，你的面不光在太和卖，还能卖到全中国呢？标准化，那还能叫手工面吗？你看你一听就急，我又不是让你用机器去摔面，我是说把你这份专业总结出来，变成能教给别人、能传下去的东西。你一个人摔一辈子能摔出多少碗？你要是教会100个人，100个人帮你摔，那到时候全中国太和饱面不就到处都是了？小龙，你说的在理，可我现在连个摊子都没有，想那些太远了。不远。大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村子太小了，小到一碗水端不平就能把人逼走。但你走出去之后，天地就大了。你那根擀面杖不光能摔面，还能摔出一条路来。我这里也没啥值钱的，这双棉鞋是新的，我娘生前纳的，我脚大穿不上，你拿走。唐山冷，你那破布鞋扛不住。小龙，等我站稳了脚，你来唐山，咱俩一块干。行，那我等你的消息。
去哪儿？唐山。唐山，我只能挨你到保定，再多就不顺路了。给5块钱。大哥，我身上钱不多，能不能？没钱？没钱坐什么车呀？等等，我拿面底行不？这是今年的新卖磨的好面。哼，上来吧，面放后斗。往前再走30有个火车站。刚才有个穿黑棉袄的小子往那边跑了。100多块钱，那里面有母亲攒了好久的私房钱，有赵小龙借给他的零散票子，是他到了唐山之后租摊子买料子唯一的本钱，现在全没了。小龙说的对，我的根擀面杖不光能摔面，还能摔出一条路来。小伙子，你那口锅还在候车室呢，我给你看着。锅没人偷，太沉了。单间1个月30，押1付1，先交60。大姐，我刚到，手头紧，能不能到月底再付？没钱，没钱租什么房？去桥洞底下睡去。25一个月，先交钱。我能不能？不能，上个月跑了俩，都是你们这些外乡人，欠一屁股账就溜了，先交钱，不然免谈。小伙子，找房子。大娘，您知不知道哪儿还有便宜的房子租？你身上有多少钱？4块。4块，连一晚上旅店都不够。哎，你跟我来吧。那间空着，原来是堆杂物的，收拾收拾能住人。1个月15块，不算贵吧？大娘，我跟你说实话，我身上现在就剩4块钱了，钱在路上被人偷了，您能不能宽限我几天？我明天就出去找活干，挣到钱马上给您补上。您看，我是做拌面的，有手艺，我不白住，我给您做面吃，您以后3餐我包了，行不？刘奶奶又收人呢，上回那个欠了2个月跑了，这回不一样。小伙子，我姓刘，你叫我刘奶奶就行。这院子是我儿子的，他常年在外头跑车，空着也是空着。我看你这口锅和你那根杖子不是哄人的，住下吧，房租不急，月底再说。你有手艺，饿不死的。刘奶奶，我给您磕个头。别，男儿膝下有黄金，磕什么磕？进去收拾吧，灶屋在赵树旁边，做饭自个儿用。新来的，哪儿的人？太和的，做拌面的。太和，万北那个太和。哎，我阜阳的，咱俩老乡。我叫马大力，在隔壁钢厂烧锅炉的。你姓啥？张大成。张大成，好，以后在这院子里有啥事找我。刘奶奶心善，但不咋管闲事儿。我们这帮租客得自己帮自己。你好，我叫赵文远，在报社做实习记者。他呀，就是我们院子里的秀才，天天写稿子，可惜10篇有9篇登不出来。马哥，你别接我短。赵兄弟，你好。都别站着了，新来的小伙子还没吃饭吧？我煮了红薯稀饭，过来喝一碗。走，刘奶奶的红薯稀饭比饭馆的还香。少喝点，暖暖胃。大成，我跟你说实话，我刚来唐山那会儿比你还惨，我兜里只剩3毛钱，在火车站睡了3天，第4天去钢厂招工，人家嫌我瘦不要我。那后来呢？后来我蹲在钢厂后门啃冷馒头，碰见一个老师傅，他看我吃的实在，就让我第2天再来，就说我是他侄儿。就这么着我就进去了，一烧就烧了8年。马哥的故事励志是励志，就是每次喝酒都讲一遍。去，你个小素才懂啥？这叫人生经验。大成，你明天有啥打算？真去摆摊？工地边上人最多，体力活的人吃面实诚，1碗顶1顿。我明天去市场看看，买点面和料子。本钱呢？买面、买肉、买辣椒，少说也得10几20块吧。你身上那4块钱，先拿着，当哥的借你的，回头赚钱了再还。马哥，
别这那的，我一个月工资260，烧炉子有补贴，不差这20。你一个外乡人刚到，总不能让你连一把面都买不起吧？大成哥，你做那个板面有啥讲究吗？我前2天刚写了一篇关于唐山本地小吃的稿子，被主编批没有特色。你要是真能做点不一样的，我回头可以帮你写一篇。秀才，你那稿子连厂区简报都登不上去，还帮人写？马哥，你又来了，我那是题材问题。主编说小吃类稿子要有人物、有故事、有温度，光写炸粑好吃谁看？但大成哥这种外腔人来到唐山白手起家，这不就是故事吗？赵兄弟，你要是真想写，回头来我摊子上，你看我做，你随便写。真的？那我明天就跟你去。你不上班？我请半天假。对了，大成哥，你那个面跟唐山本地人卖的面有啥不一样的？我这面不是擀出来的，是摔出来的。面要醒够时辰，摔的时候用力匀，拉出来筋道有嚼头。汤料是祖传的，20多味东西不外传。这根掌子我爷爷用了一辈子，我爹用了半辈子，现在传到我手里，他比我的岁数还大。好东西，木头都油透了。祖传擀面杖，摔面工艺，20多味汤料。大成哥，你这个有搞头，跟唐山那些拉面、刀削面都不一样，这就是差异化。做起来费功夫不？很费功夫，光醒面就得小半天，摔面要一气呵成，汤料得提前熬2个时辰。费功夫的东西才值钱。这年头人都图快，可快了的东西进了肚子就忘了。你慢点做，慢慢做，做久了人家就记住了。刘奶奶这话有水平。快了的东西进了肚子就忘了，这句话我得写进去。行了，明天你出摊儿，我下了夜班去吃你第一碗面，记着得多搁点辣椒。我阜阳人就吃个辣。我们先折了，你一边去，吃清淡的去面馆吃素面去。这么早，天还没亮透呢。刘奶奶，我去趟市场借您灶台用用，晚上回来做面给您尝。用吧用吧，门口筐里有把葱，你拿去。这啥味儿？这么香！汤料得熬2个时辰，把香料味儿全熬进油里。该下料了。面得揉透，面没揉透，摔不出筋来。什么味儿？这么香！大成哥，这汤才熬了一会儿吧？这味儿也太冲了！香不香？香，比我妈炖的排骨还香。我不去报社了，我就在这儿看你做面。你不是请了半天假吗？全天，我全天请。看好了，这叫摔面。成了。走吧，出摊儿。牌子挂好了。要不我喊2声？别喊，喊出来的人家不稀罕。你这面咋卖？大碗8毛，小碗6毛。来个大碗。小伙子跟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筋道香，汤也够味儿。太和拌面，祖传的。太和？哪个太和？阜阳太和。哪个阜阳？有3个牛逼县的阜阳，就是那个除了阜阳往北看一路3个牛逼县，涡阳、蒙眼、利辛县的阜阳。是的，大哥，你连这都知道？我之前一个工友就是那里的，天天给我讲牛逼县的故事，我就先走了，明天我还来。哥，慢走。
大成哥，这能行吗？能行，面的味儿他们记住了。新来的，挺香啊这汤。不过你知不知道这片地儿摆摊儿得先跟我们三哥打声招呼？打招呼行啊，你们三哥吃面不？嘿，你这外乡人胆子不小啊，还问我们三哥吃不吃面？他吃不吃面关你啥事儿？他吃了我的面，就知道这片地儿应该护着谁了。大哥，这人挺狂啊，狂！我倒是头一回见着不跑不躲，还主动要请三哥吃饭的。行，你等着，我去叫人。大成哥，要不我回院子找马哥？不用，马大力来了也是打架，打完架这摊子就摆不下去了，你信我。你是太和的？太和哪儿的？大张村。大张村，我姓陈，排行老三，人都叫我三哥。这片地儿摆摊的都得跟我打声招呼。你呢，不光没打招呼，还让我兄弟带话说请我吃面。三哥，我这锅汤熬了2个时辰，面刚从案板上摔出来，您要是现在不吃，回头凉了那味儿就差了。您先坐，我给您做一碗，好吃您给个面子，不好吃您砸我锅。行，坐吧。趁热。你这面叫什么？太和板面。嘿，你这外乡人胆子不小啊，还问我们三哥吃不吃面？他吃不吃面关你啥事儿？他吃了我的面，就知道这片地儿应该护着谁了。大哥，这人挺狂啊，狂！我倒是头一回见着不跑不躲，还主动要请三哥吃饭的。行，你等着，我去叫人。大成哥，要不我回院子找马哥？不用，马大力来了也是打架，打完架这摊子就摆不下去了，你信我。你是太和的？太和哪儿的？大张村。大张村，我姓陈，排行老三，人都叫我三哥。这片地儿摆摊的都得跟我打声招呼。你呢，不光没打招呼，还让我兄弟带话说请我吃面。三哥，我这锅汤熬了2个时辰，面刚从案板上摔出来，您要是现在不吃，回头凉了那味儿就差了。您先坐，我给您做一碗，好吃您给个面子，不好吃您砸我锅。行，坐吧。趁热。你这面叫什么？太和板面。你这面叫什么？太和板面。太和板面，太和板面，太和板面。这碗面值10块，但你这摊子的位置也值10块。三哥，我今天只卖出去3碗，面还有剩，汤也还能再煮2回。您要是喜欢，明天我带料过来现做，包您吃口新鲜的。你这个人有意思，面做的实在，话也说的实在。行，这摊子你摆，我跟我的人说一声，这片地儿谁也不准动你。明天我带我老婆来，她嘴巴刁，要是她说好吃，这附近几条街的工友我帮你吆喝。三哥，这走了，以后管他叫张师傅，再收他保护费，我收你的。我差点吓尿裤子了，你尿了裤子，明天报社怎么报道我？你还开玩笑？不过三哥说要把老婆带来，他老婆嘴巴要是真刁，那刁才好，嘴巴刁的人吃了说好，那才是真的好。明天带组里老张来，预定了明天的。写什么呢？标题就叫1碗拌面摔了一个外乡人在唐山的出路，你觉得咋样？咋样？卖了多少？有没有人找麻烦？卖了5块4，有人找麻烦，但解决了。解决了？你一个人解决的？马哥，你不知道，
大成哥给那个混混头目做了一碗面，那人吃完直接说：“这摊子我照了，比武侠小说梢还精彩。”你这面能治流氓？能治肚子。面要多备5斤，羊肉再多买1斤，汤料今晚再熬一锅，提前备着。三哥说要带老婆来，那碗面要比今天做的更讲究，面条要摔得更匀，羊肉要挑更好的部位，汤里还可以搁2片以前不舍得放的草果。爷爷，您的面在唐山站稳了。成了。怎么样？我说了不赖吧？我管着新华毛巾厂的后厨，厂里500来号人。你明天早上多做30碗，我让人来取，送到食堂去。30碗？嫌多？不嫌多，不嫌多。明天一早我准时做出来。料用好点的，价钱你报实价，我不还你。但你要敢糊弄，我让我家老三把你锅掀了。您放心，糊弄谁也不敢糊弄您。30碗，明天就30碗，大成哥你要发了，别晃，发了也得先做出来再说。再打包子。那人昨儿才来的，今天就这么多了，是不是降价了？降什么价？大万8毛，比我便宜1毛，就便宜1毛。你看那些人跟不要钱似的。那要不，咱也降？降个屁！我老王在这卖6年了，他一个外乡来的，凭啥跟我抢？今天要弄这么多？厂里定的。刘奶奶，中午我不一定回来，您自己吃。甭管我，这里头是干辣椒，我自己晒的，比你买的那个香，放汤里提提味儿。我每天早上收摊的时候都盖得严严实实，夜里3轮车就停在院子门口，不可能有人动。那这团东西只能是在支摊之后下锅之前被人趁机扔进去的。谁他妈干的？大成，咋办？你到了，那今天怎么办？重做，汤可以重熬，面可以重摔，但东西不干净，我端不出去。哼，耽误了食堂午饭时间，这生意你还想不想做了？麻烦带回去跟周姐说，面我做好了，汤是新熬的，比昨天的多搁了1味料。谁往你汤锅里扔东西了？周姐，就是隔壁那个王瘸子，他看我们生意好，使阴招。你今天那碗新汤我吃了，比昨天的香。哼，你那碗面，我厂里后厨几个师傅都尝了，没人说不好。明天还给我送40碗，价钱我给你到1.2块1碗。明儿谁再敢往你锅里扔东西，你来找我，我让老三带人把他锅砸了。周姐用不着砸锅，砸了锅他反而可怜，以后还会缠着我不放。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再做1碗面。你干啥？你干啥？王师傅，您在这儿卖了6年面，比我懂唐山人的口味。我这面您尝尝，要是您觉得还行，以后咱俩别对着干。这片工地1碗面撑不了1个人的肚子，2个人做反而热闹。老王，赶紧吃啊！凉了不好吃了。你老说人家外迁人不行，你尝尝人家的行不行嘛？我不吃你的面，我王瘸子在这6年，用不着你这个外来的教我做生意。你那锅汤是不是干净的，谁知道？说不定是你自己往里头扔东西装可怜呢。王师傅，这碗面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给人白做，您不领情就算了。后面还有人没吃吧？接着来，面管够。大成，你今天那碗面白摔了。不白摔？怎么不白？他连尝都没尝。马哥，我做那碗面给他，不是为了让他吃，是为了让那些排队的人看见他欺负我，但我没负气他。大成哥说的对，今天有7、8个人是看了全过程才过来排队的。有个大哥还跟我说你的脾气好，面肯定也踏实。今天听说有人使坏了，解决了，刘奶奶。
怎么解决的？送他一碗面。你这孩子跟你那碗面一样有筋骨。你窝囊！他一个外乡人，连个摊位证都没有，你怕他做甚？明天我去找城管队的老刘。有摊位许可证吗？还没办。健康证呢？也还没办。无证干道经营，根据规定，限期3天到中队接受处理，罚款50到200不等。同志，他刚来唐山没几天，手续还没来得及办，您给通融行不行？通融？没证就是没证，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谁负责？让开！领导，东西您先扣，罚款我交。但我有个请求，您能不能让我先把今天订的面做完？毛巾厂那边订了40碗，这会儿工人们正等着吃午饭。我做完这40碗，摊子您随便收，我绝不含糊。老刘，别听他编，什么毛巾厂订的，他就是拖着不想走。这种人我见得多了。领导，我锅里的汤是今天早上4点半起来熬的，面是5点揉的，这一锅下去倒掉，浪费的不光是粮食，是工人们今天的午饭。您要是不信，您亲自去毛巾厂问周姐，就新华毛巾厂的周桂兰。刘队长，我能不能说句话？你是？我叫赵文远，唐山工人报的实习记者。张大成这个摊子，我正在做一篇系列报道，叫《1碗拌面，一个外乡人的唐山梦》，这是我们报社的介绍信。还有昨天我拍的他做面的现场照片，我以报社的名义担保，他这个摊子的卫生条件绝对没问题。我们天天吃，没一个人闹肚子，他比旁边那家干净多了，那家摊子上苍蝇乱飞。小赵记者，不是我不通融，规定就是规定，他确实没有证件，那就给他时间去办。老刘，我给我老婆送饭碰上了，这人是我担保的。老三，你担保？对，我担保。他要是跑了，你找我；他要是吃出毛病，你找我；他要是交不上罚款，你也找我。1个月，你给我1个月时间，让他把证办齐了，成不成？你给我1个月时间，让他把证办齐了，成不成？1个月，下个月15号之前把证办齐了，送到我办公室。到时候少一个证，该扣，该罚，别怪我不讲情面。侯大姐，下次举报之前，先搞清楚人家有没有后台。小张，好样的！漂亮什么？证还没办下来呢。那就去办健康证、摊位证、卫生许可证，明天我陪你去跑。可是本钱呢？办证要钱，租固定摊位要钱，买正规的锅灶家伙也要钱。大成哥现在手里那点钱不够。大成这孩子我信得过，我手头攒了200块钱，你先拿去用。刘奶奶，那怎么行？您一个老人家，老人家怎么了？钱是死的，人是活的，还我就成。我老太婆不缺这口吃的。我出50，算入股。我只有28块6，你都拿去，你继续。我出100。孙哥，你今天这是中邪了。他面做得好，我天天吃，不能让这么好的面跑了。得，加上我那150，凑了快500了。大成，租个店面够不够？我张大成何德何能？别何德何能了，你就说一句，这店面租不租？租！1个月，证件办齐，店面租好，我张大成要在唐山立一根真正的旗杆。交48块钱，去隔壁抽血拍样片，下午3点来拿证。这收费也太狠了，片子有点模糊，明天再来拍一次。这不是故意折腾人吗？算了，明天再来。你这缺个经营场所证明，你得有固定的店面或者摊位租赁合同才能办这个证。可是我还没找到店面，我就是想把证办齐了再去找店面。按规定，必须要有经营场所才能办许可证。你先去找店面，签了合同再来。这不是死循环吗？没证不让租店，没店不给办证。要不，咱先找个店面租下来，签了合同再去办证。万一交了定金，证还是办不下来呢？那你说咋整？先找店面，找到再说。我白天跑新闻的时候，路过梅河巷口东边那条小横街，有一家店，关了门贴着出租，门面不大，但正对着钢厂后门，工人下班，10个人里有7个要经过那儿。店面小是小了点，但位置好。1个月120，押一付3，先交480。贾老板，能不能先交1个月的，或者押金少要点？我手头紧就别租，这地段120算便宜了，你不租有的是人租。就这价，爱要不要？贾老板，我回去想想，明天给您回话。要不我再去借点，我有个工友跟他表哥能接价。别借了，借多了还不上。咱们拿不出480，但能拿得出别的。
什么别的？我去找一趟三哥。贾胖子是我表姐夫，我跟他打声招呼，押金免了，先交1个月租金就行。真的？我跟他说的原话是，你要是不租给他，以后我不替你老婆的厂子顶事儿了。他就怂了。三哥，这碗汤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底子，不值钱，但您留着回去下面吃。我帮你不是图你一碗汤，我是图你这个人实在。行了，去吧，明天去签合同。有了合同可以办了，但还需要一张相邻居民同意书。你这店开在居民楼底下，得有左右邻居签字同意你做餐饮。油烟大不大？我老婆气管不好，我不用大油锅，只做汤面，油烟不大。你要是担心，我装个排风扇，对着巷子那头吹。不签不签，上回这店租给卖烧烤的，熏得我货架上的方便面全是油烟味儿，折腾了大半年才搬走。你来开面馆，肯定也一个样。老板，您先尝尝，要是您觉得好吃，说明我这面值得让您冒个险；要是您觉得不行，我明天就换地方。明天的汤再浓一点，字我签了，但你得答应我一条，每周给我做一碗免费的。成交。行，给你批了。今儿开张，头3碗免费，谁先来？我先，给我多搁辣椒。大成，你得找人帮忙了。你这样下去，不等赚钱就先把自己累死了。我知道，可是找谁呢？雇人得花钱，我这才刚开业，账上没几个钱，那也不能一个人扛。我今天在这坐了1个下午，数了一下，中午高峰期40分钟进了23个客人，你一个人连做带送带收钱，平均1分多钟就得出1碗面，这速度神仙也扛不住。急啥慢慢来，面是摔出来的，店也是摔出来的。你要是教会100个人，100个人帮你摔，那太和面不就到处都是了？可是赵小龙远在千里之外的太和，而且他连个电话都没有，怎么联系？找个地方坐，面马上好。小龙，你怎么来到了唐山了？我前天从阜阳坐火车来的，你走之后没几天，我寻思着你在唐山也该安顿下来了，就把家里那几本破书卖了，凑了车票钱过来投奔你。你个臭小子，你个王八蛋，来之前也不捎个信儿。捎信儿？咱村那公用电话3天2头欠费，打不通。不过我在县火车站碰见一个人，你猜是谁？谁？你娘。你娘托我带给你的。她说你在外头不容易，也有后，让你照顾好自己，别记恨你爹。别站着了，围裙在墙上挂着，自己系上。洗碗刷锅会吧？不会也得会。大成，你这是从老家运了个宝贝过来？这是我兄弟，比我亲兄弟还亲。你就是马哥吧？刚才大成已经和我说了。提我啥？提我借他20块钱，给我来碗面，多放辣子。王师傅，有事儿。王师傅，这是你昨天送出去的外卖。我花1块钱从你们工地上一个工人手里买的，你自己看看，这面是不是坨了？汤是不是凉了？开个店才几天啊，就开始糊弄人了，汤不热了也敢往外送。我跟你讲，我今天就去毛巾厂找周姐，让她看看你给她工人们吃的都是些啥。王师傅，这面是几点送出去的？我哪知道几点，反正就是你店里出去的。小龙，今天中午往工地送的那批外卖是谁送的？我送的呀，12点整出的锅，12点10分送到。按你说的，食盒盖上还裹了棉布保温，那这碗面至少出锅2个小时以上了。王师傅，你要是真想挑我的毛病，你哪怕当面来吃一碗呢，拿着放凉了的面来跟我说事儿，这不是砸我招牌，是砸你自己的理。谁说放凉了？明明就是你们店里做出来就这样。下面礼齐名了。王师傅，这是我现在刚做的，您趁热吃，吃完您再说我这面行不行？老王，你疯了！
他抢你生意，你还吃他的面？明天给我留一碗大碗的，你闭嘴。把那碗面收了吧，凉了。大成，你这一碗面比啥广告都好使。广告不广告的我不懂，我就知道一碗面好不好，吃的人自己晓得。王师傅，不收您的，该收的得收。你面做得好，我认。王师傅，您等一下。王师傅，您在这片卖了6年面，我来的第1天您就在那儿摆摊儿，路熟人熟，工人们都认您这张脸。我有个想法，您听听行不行？我这店小，但面好，您的拉面也好，跟我的板面不是一路东西，各有各的味儿。我想着您别在路边摆了，搬进来，我把灶台分一半给您，您做您的拉面，我做我的板面。一店里2样吃食，工人们来了有的选，收入对半分，租钱我付，收入对半分，租钱我付。老王，别听他的。你不记恨我？记恨啥？您往我汤锅里扔布条子是因为您怕我没根没底抢了您的饭碗。现在我有店了，不缺那个摊子了，您不来，那摊子空着也是空着。您来了，咱们一块赚钱。我王瘸子活了53年，头一回有人跟我说对半分。嚯，老王跟小张合体了，这店今天必须捧场。大成，你这脑子是咋长的？把对手变合伙人了？这不叫合伙人，这叫竞合关系。马哥，你懂不懂？就你懂，你懂，你咋不把你们报社那几个死对头叫来一起写稿？我这算啥投资啊？就借了你100多块钱而已，那是救急的。你那时候要是不借我，我连第一把面都买不起。老板，你这面是太和的？太和板面，正宗吗？我家传了3代。张老板，我考察唐山小吃市场2个月了，发现你这个太和板面很有潜力，味道独特，有地域特色，而且手工制作的过程有观赏性。我们公司正在寻找有潜力的地方小吃品牌做连锁化推广，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怎么个合作法？很简单，你把配方和技术转让给我们，我们付你一笔买断费。之后太和板面由我们公司统一包装、统一标准，在唐山乃至整个河北开分店。你以后每个月还能拿品牌服务费的提成，坐着就能收钱。买断费是多少？5000。买断之后，这牌子归你们，牌子归公司，配方也是你们的，配方当然也在合同里。郑老板，不好意思，这牌子是我爷爷传下来的，这配方是我爹那一辈人一口一口试出来的，我没资格把它卖了。张老板，5000块不是小数目，你这个小店1年能赚多少？你自己算算账。品牌给我们，钱给你，你拿着钱在唐山买套房，娶个媳妇儿不好吗？非得跟一碗面较劲？不是较劲，这是传家的东西，我不能让他改姓郑。哼，张老板有骨气，不过你考虑考虑，我这人耐心不错，但市场不等人，你不做自然有人做。你那个太和板面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大成哥，5000块，你真不动心？动心，5000块够我在唐山过3年，但这根杆子它不值5000。我爷爷当年在太和开面馆，一开40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根杆子传下去的不是面，是良心。面做的不好，客人吃一顿就走了，良心丢了，自己这一辈子就没了。你说的对，但那个姓郑的，他最后那句话说的也在理。太板面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他要是从太和找别人买配方呢？他那个人我认得，去年找过几个卖煎饼、卖炸糕的，签了合同拿了配方，转头开了一大片分店，那些老手艺人的摊子全黄了。大成，他找你看中的是你这个太和的名头，你卖不卖他都能另找人来卖，到时候满大街全是太和板面，但没一碗是你做的，你说这牌子还是你的吗？小龙，你说的对，光是守着这口锅不行，得让太和拌面这4个字跟别人做了分得清，得让唐山人一吃就知道这是张大成的面。怎么分？注册，把这4个字刻在纸上。太和板面这个商标，3天前已经有人提交了申请，类别是第43类餐饮服务，申请人是华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那我现在还能申请吗？原则上，同一类别相同或吝啬的商标，先手作者享有优先权，除非你能证明对方属于恶意抢中。
或者你能证明太和板面是你在先使用的知名品牌，并且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力。我开店2个多月了，工地上的人都知道我，这算不算影响力？同志，2个多月，在商标法上时间太短了，除非你能提供更早的使用记录，比如在你老家太和，你做了多少年，有没有营业执照、收据或者任何书面材料，能证明你在郑国良申请之前就已经在用这个牌子。同志，我是唐山工人报的记者。如果我们报社出具一份报道证明张大成在唐山经营太和板面已经产生了口碑效用，能不能作为佐证材料？可以作为补充材料，但不能替代在先使用证据。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回到太和当地，找到他在太和就已经使用太和板面这个名称的书面记录，比如乡政府的证明、村里开具的从业证明，或者当年的食客证言。我得回去一趟，回太和，我得找到证据，我得让那个姓郑的知道太和板面4个字他偷不走。我今天晚上就和小龙坐火车回太和，让马大力留在唐山看店，你负责在后方收集报道和律师咨询。你紧张不？紧张啥？回那个家。我走那天晚上连头都没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踏进那个院子。可是小龙那个姓郑的逼我，他要想抢我的名头，我得回去拿证据，再烂里面总还有人记得我做过面。哟，二哥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在外发了大财不认这个家了呢。咱娘呢？咱娘，你进去看看吧。娘，大成回来了。娘，您怎么不跟我说？上次给你写条子说好转了，是怕你在外头分心，可实际上……大成，别哭，娘没事儿。你在外头面做咋样了？做起来了，娘。店开了，在唐山，天天有人排队。您给我做的那双布鞋，我穿着呢。二哥，你回来不光是为了看娘吧？听人说你在唐山混得不错，赚了不少吧？你弟我下个月结婚，你不得表示表示？老三，我回来有正事儿。什么正事儿比我结婚重要？你一碗面卖8毛，能有什么正事儿？有人要抢太和拌面的牌子，我得找证据，证明这牌子是咱太和的，是咱们安徽的牌子。那破牌子有啥好抢的？谁爱要谁拿去呗。二哥，你是不是在城里待傻了？老三，你闭嘴！你二哥回来是给娘尽孝的，不是听你在这儿放屁的。大哥，你这几个月辛苦了。你拿这个，这是咱村老支书走之前编的，里头有一张专门写太和板面的来历。他说爷爷那辈人就开始做板面了，还记了配方大概的路数和流传的时间线。你要找证据，这个比啥都管用。大哥，你怎么会有这个？老支书走之前给我的，他知道咱家分家那些事儿，也知道你走了。他说你是个做面的料子，这东西你留着，别丢了，没准哪天他要用。大成，那碗面一定要做下去，做下去，娘以后还要吃你做的面。大哥，娘怎么了？大哥！人还有气儿，赶紧送县医院。大哥，娘的病到底怎么回事？你走之后，娘就病了，不重，就是老咳嗽。后来有一次在灶屋里晕倒了，送到乡卫生院看，说是心脏不好，得长期养着。老三嫌花钱，说老毛病养养就好了，去医院浪费钱。我跟你大嫂争了几次，最后还是我偷偷卖了铺子里的2袋面，给娘抓了药。铺子里的面？铺子早就不是我的了，老三天天跟我争租金，后来我干脆把铺子兑给了他，我搬到西屋跟娘挤着，学校那点工资勉强够糊口。大哥，娘这回好了，我接她去唐山，我来管。大成，别耽误你的事儿，你在外头忙。娘，外头的事儿再大也没你大，您好好养着，回头我接您去唐山看我摔面。就是这儿了。查什么？查太和板面的历史记录。我们村的老支书编过这个，上面记录了我爷爷的名字。我想找更官方的资料，比如县里的工商记录、县志，或者当年的饮食行业登记表。这东西倒是有点意思，但你来的不巧。
我们档案馆去年刚搬过一次库房，好多旧资料都捆着没拆封。你要找80、90年代的饮食行业档案，得去3楼最里头那间库房自己翻。我们自己翻可以，那库房锁着，钥匙在副馆长那儿。今天他下乡了，要明天才能回来。那能不能帮我们打电话问问他？问了也没用，钥匙就一把，他带身上了。你们明天再来吧。等等就等等吧，不能等，不能等。大哥，姓郑的商标公示期只剩不到20天了，我回太和已经耽误了4天，每天都要命。那你知道副馆长去哪里了吗？副馆长去五行乡开会了，上午10点的会，现在还没散呢。钥匙确实在我这儿，但我下午还有2个会要开，现在赶回县里，最快也得后天。馆长，我没带别的，这根杠子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爷爷在太和做了40年的板面，您要是能让我今天进库房，我给您做一碗面。你是张老栓的孙子，您认识我爷爷？我吃过他做的面，20多年前了。我在大张村下乡蹲点，吃过你爷爷一碗板面，那味儿到现在没忘。走，我跟你回去，亲自给你开门。谢谢。有这份东西，加上村里的乡志，你爷爷的登记记录，再加上现在唐山那边的经营凭证，商标意义的材料就扎实了。大哥，这份留在你手里，万一我在路上丢了，你还有备份。大哥，等我那边的事儿办完了，你带着娘过来，咱们在唐山开一家更大的店。我不管，当初说好的1800，现在人家二哥都在唐山开店了，你还只给1800，大发叫花子呢！小凤，你讲点道理行不行？当初你自己说的1800，现在又涨到3000，我上哪儿给你凑去？你没钱，你二哥有钱啊！二哥，你说句话，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小程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打光棍吧？小凤，我确实在唐山开了个店，但刚开张几个月，本钱还没收回来。你说3000是怎么算出来的？你别管怎么算出来的，但是大成，你弟可不能不管呀！你老弟好不容易定下一门亲事，你们老张家要是连这点彩礼都拿不出来，那就是看不起我们老邱家。再说了，你在唐山开店，你这当哥哥的拔根汗毛也比我们腰粗啊！邱婶儿，当初小凤跟老三定亲的时候，两家说的好好的，1800块，连写带按手印的，怎么现在又说变就变？写归写，这不是形势变了吗？你们家老二发了财，总不能还让老三娶媳妇含含森森的，说出去丢的是你们张家的人。二哥，你在外面吃香喝辣的，我连个媳妇都娶不上，你心里过意得去吗？你把店关了回来帮我行不行？分家那天老三笑得最响，现在想到我了，好像全天下都欠了他似的。小凤，我问你一个事儿，你是看中老三这个人，还是看中他能拿出多少钱？你这是啥话？没彩礼我嫁什么嫁？我嫁过来吃西北风啊！那就是说没3000就不嫁？对，没3000不嫁。小凤，这是我身上所有的现钱，你拿着，当我这个当二哥的给你买新衣裳的。你打发要饭的？不是打发，是我只有这么多，店里的钱要周转，要交房租，要买料子，还要给娘治病，我没法把店里的钱抽出来给你当彩礼。小凤，你要是真觉得老三值3000，那这钱你等着他慢慢攒；你要是觉得他值不了那么多，那我替老三说一句，这门亲事不成也罢。张大成，你是不是就见不着我好？我看你在唐山的店也不咋样嘛。小凤，咱们走。我见不得你好，老三，分家那晚你说我就一碗面的本事，我认了。我在唐山睡桥洞啃冷馒头，被人扔回美进汤锅，你没问过一句。今天我刚给妈交完住院费，你媳妇就来找我要彩礼，你觉得我该给？二哥，对不起，那晚上分家，我说了很多混账话。我那时候觉得爹把铺子给了我，你就是个没用的。可现在你比我强，你什么都靠自己，我连个彩礼钱都凑不齐，还要靠你身上那60块。老三，你那个小凤，她要是真因为这个不嫁你，那正好。你二哥说的对，看钱不看人的媳妇儿，娶回来也是祸害。老三，你过来帮我做件事儿。啥事儿？把排骨和鸡拿回去炖了，给娘补身子。你在家好好照顾娘，等我那边安顿好了，我回来接你们。二哥，
你在河山要好好的。我知道。大成，你刚才那60块是你最后一点钱了吧？那你回了唐山怎么办？有他在，饿不死。叔，你回来了。石头长高了。叔，你的胡子刺刺的。拿着吃。叔，我娘说你要去唐山，要把我也带上，是真的不？大成，我听说你在唐山开店了，生意挺红火。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当初我那时候，大成那时候是我糊涂，我一个人带着石头，怕你养不活我们娘俩。可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有店了，有人帮忙了，你带上我和石头行不行？我不图你钱，我就想跟你过个安稳日子。石头他也想你，天天念叨叔叔啥时候回来。桂香，你的心意我知道了，可你当初说等不起，你现在就能等得起了？大成，那时候你什么也没有，那时候我什么也没有。可我有这双手，桂香，你那时候不是等不起，是看不起。你是觉得我张大成这辈子就这样了，翻不了身。现在听说我翻身了，你又来跟我说带我走。我爹不欠我，大哥不欠我，你也不欠我，我当然也不欠任何人的。可我自己欠我自己一个交代。桂香，你好好把石头养大。我还是那句话，那碗面我一直给你留着，但那个人回不去了。叔，你别走，你走了又没人给我带麦芽糖了。石头，叔下次回来给你带很多麦芽糖。你跟你娘好好在家待着，听她的话，更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有骨气的人。啥叫有骨气的人？像这根杆子一样硬，不怕摔，摔100下还是直的。叔，你别忘了给我带麦芽糖。小张，等等，差点没追上你。馆长，您怎么？我昨晚在库房最底下又翻了一箱东西，你猜我在里头找着了啥？1962年太和县重编的县志手抄本，里头有一篇专门写本地名吃的，提到了你爷爷，还提到了更早的。你看这里，原文写着太和板面缘起东汉，相传光武帝刘秀起兵之初，兵败流落太和，饥寒交迫，有村妇以手摔面煮汤奉之。帝食之大悦，问其名，妇人答曰：村野粗食，无有名。帝以案板摔打之声的状其形，遂赐名板面。后刘秀登基，遣使寻放妇人未果，然板面境内遂代代相传，至今不衰。这是真的？县志上白纸黑字写着，我找了整整1宿。你想啊，你那个姓郑的抢注太和板面的商标，他最多能拿出什么证据？无非是这2年开的店签的合同。可你呢？你把县志往桌上一拍，光武帝赐的名，1900多年的历史，他拿什么跟这个比？馆长，您这份东西救了我的命。救你什么命？他是太和的命。太和板面是咱太和人的东西，凭啥让别人抢了去？你拿回去，该复印复印，该公证公证。要打官司的话，这就是铁证。馆长，您怎么知道我今早走？你大哥给我打的电话，他说你这人倔，肯定不声不响就走了，让我要是翻着了新东西，就赶紧往村口这条路上追你。没想到你还真在。别，你这是干啥？赶紧回唐山吧，别误了火车。那姓郑的再厉害，还能厉害过1900年前的光武老皇帝？哈哈。郑国良，你这回抢的可不是一碗面，你抢的是东汉的碗。大成，咋了？先回店里再说。王瘸子呢？大成，你走了以后第3天，侯嫂天天来找王瘸子，一开始是在店门口吵，后来不吵了，天天嘀嘀咕咕的。前天晚上，王瘸子跟我说这2天生意不好，他想歇2天。我说行。结果昨天早上我来开门，锁被人换过了，我撬开进来一看就这样了，钱全没了。他住那间屋也空了，被子、衣服，他那口拉面锅全搬走了。他欠了多少钱？王瘸子在店里期间，以店面周转的名义，跟面粉供应商老陈借了300，跟肉贩子老张赊了420的羊肉钱，还跟房东借了500块钱，还有一张借据，
是他用张记太和拌面的名义跟一个叫李老三的借了500，李老三在梅河巷放高利贷的，月息2分。我就知道那个侯嫂成天叨叨的，准没好事儿。大成，你信我，我去找他们，我掘地3尺也把他们翻出来。你别去了，你去了能怎样？打一架，打赢了钱也回不来。那你说咋办？就这么让人把锅端了？先把账理清楚。老陈、老张、贾老板、李老三各欠多少？什么时候借的？有没有字据？你一一列出来。我回来之前店里还剩多少钱？昨晚上卖完剩的，拢共12块8毛。今儿没敢开门，我怕债主来了把锅砸了。12块8毛，2个月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底子，一夜之间被人连根刨了。大成哥，还有一件事儿，我昨天去报社打听了一下，郑国良那边在城东那家正宗太和板面，明天正式开业，请了电视台去拍，还请了个什么太和县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站台。咱们这边，小龙，把门口那桶水拎进来。干啥？烧水，做面。现在账都没还清，欠条还在人家手里攥着。就是欠着才更要做，人家把钱借给你，是看你这锅汤熬得好，你把锅停了，人家才真的不信任你了。今天来多少人，做多少碗，卖了钱一块一块还。我去钢厂叫工友，让他们今天都来吃面。我去找老陈和老张，跟他们好好说，让他们宽限几天。我去找贾老板，他那儿欠的租金，我用我的工资单给他压着，看他同不同意。老板，今儿开门不？开门，面管够。王瘸子跑了，钱没了，债压下来了。郑国良那边明天就要开张大集了，我怕过没钱，怕过没店，怕过被人看不起，可我从来没怕过自己的面做得不够好。只要面够好，碗就不会空，碗不空，人就不会倒。小张的合伙人王瘸子带着老婆卷钱跑了，小张欠了一屁股债，但面馆还在做面，就冲这口气，咱也得去吃他的面。这么快？不快，熬了10个晚上的通宵，剩下的账慢慢还，您放心。这袋面送给你，面好，汤才好。王瘸子跑了，你没跑，就冲这条，剩下的不急。这老板欠我们三哥的钱，你们吃了小心连累自己。兄弟，面我请，吃完你回去跟你三哥带句话，我张大成欠他的钱1分不少，利钱也照付，但这个月的我按本地的规矩来，5分利，唐山哪里都没有这个价。你去问问三哥，梅河巷哪家是高利贷进得去的？利息改月息1分5，多了不要，下个月之前本息结清，就按这个来。大成，你怎么知道他会让步？他做的是生意，不是来结仇。能收到钱的债才是好债，逼死我，他1分都拿不到。这面不对，汤不够味儿，面条也塌，跟小张的差了10万8千里。大哥您别生气，我们这是标准化生产，口味统一。统一的不好吃，你们自己吃不吃自己的面？别吃了，大家都别吃了，白糟蹋钱。跟梅河巷那个张记拌面比，连人家半锅汤都不如。我不认识字儿，报纸上写的什么？念给我听听。上面写的是正宗太和板面跟张记太和板面差了10万8千里。上面还写了张记太和板面的老板从分家出走到唐山落脚，被刁难，开店被抢注的故事。这上面还插入了大张村乡志的记载，1988年饮食名录的复印件，以及太和县志手抄本里那段关于光武帝刘秀的记载。文章的结尾写的是一碗面从东汉摔到今天，擀面的长子换了10几根，做面的人换了几10代，但有些东西一直没变，那就是面要摔到位，汤要熬够时辰，良心要搁在灶台中间。正宗2个字不是在商标局的纸上，而是在每一位食客的碗里和味蕾里。137块4，这是开业以来单日最高的流水。大成，这一仗咱们赢了。还没赢，商标的事儿还没定下来。郑国良那边已经向商标园局提交了答辩材料，
说咱们的县制是民间传说，不具备法律效力。那咋办？等一个人。赵文远说他找到那个人了。你是张老栓的孙子？是。我叫孙德胜，90年我就在唐山卖太和拌面，卖了12年。那时候梅河巷还没这么多人，整条街就我一个做面的。你爷爷的面我吃过，他那棒子跟我这根是一个师傅打的。这是我的身份证明，90年的个体工商户营业照复印件，还有当年的食客联名信。你要打官司，我跟你一起去。孙师傅，您为什么要帮我？太和拌面出了太和就是一家人，他郑国良抢的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牌子，毁的不仅是你的生意，更是我们太和拌面人的名声。小张，这是我们几个昨晚凑的，你店里有难处我们都听说了，钱你留着周转，吃的我们给你带过来了，不要钱白送的。你只管把面做好，饭钱我们会1分不少的照付。家里亲戚送的，吃不完先给你用着。之前的押金算在我账上，你小子要是倒了，我这店面再也租不出这价钱了。今天板面不够，我就拿这些先做。不过鸡蛋面、酸菜面、清汤面管够。李老板，这是上个月的利息。你这生意还挺旺嘛。下个月底之前本息结清，说到做到。你这个人跟梅河巷那些跑路的不是一个路子。行，我信你不会跑路，你慢慢还，我不催。张老板，郑总让我带句话，商标的事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他说只要你撤诉，可以和你重新谈个方案。他撤掉城东那家正宗的牌子，另给你5万块的补偿金。另外，河北区域的板面代理权给你，你以后想开多少家开多少家。放屁！他要抢牌子，还要装好人。你回去跟郑总说，5万块买不走这个牌子。他把别人的祖宗认成他的，这牌子他也拿不稳。让他准备好资料，商标评审委员会见。张老板，郑总说你是犟驴，我今天看明白了，他说的对，犟驴好，犟驴活得长。哈哈哈哈！大成，还是你厉害，5万块都不动心。不是不动心，是不能动心啊。那5万块是买我爷爷的命的，买孙师傅的12年，买刘奶奶那200块的信任。我要是拿了钱，这店就不叫张记了。大林，你怎么来了？大成，家里出事儿了。大哥，你慢慢说。老三那个亲事彻底黄了，小凤家退了婚，老三一急把咱爹那间铺面抵了出去，结果还是没凑够彩礼钱。咱爹气得躺在床上3天没起来，说咱们张家的脸都被他给丢光了。你大嫂她趁乱把娘的银镯子和柜子里剩的现钱卷走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我去找她，她连门都不开，说嫁给我穷了一辈子，这回她不伺候了。娘呢？娘咋样了？娘出院了，身体比之前好些，但老三那事儿一闹，他又哭了2天。大成，我是实在没辙了，大哥没本事，铺子没了，媳妇儿跑了，爹瘫在床上，老三成了个没出息的窝囊碎，现在就剩你了，大哥只能来找你。大成，大哥不是来要你钱的，但你得回去一趟。爹嘴上不说，但心里头他后悔了。小龙，这店你帮我撑3天，3天之后我回来。走吧，大哥，回家。大成，你回来了。回来了，爹。大成，爹那晚上不该让你走，爹糊涂。你做的面比爹强，爹心里知道。爹，别说了，我回来了。大成，你在唐山面做的好不？好，人很多，天天都排队。拿去，爹给你的，你拿去唐山换点本钱也好，留着传后也好，你自己做主。爹不给老大了，也不给老三了，就给你，只有你最配。爹，这戒指您戴着，我不用它换本钱。那你用啥？我有这个，我可以用它做面换钱。
就是这个味儿。大成，那商标咱们能赢吗？我们大概率会赢，但没有到那天，谁也不敢保证。我想等几天咱爹身体好点儿，我就带着你们一起去唐山。现在我和三弟都成了无用之人，以后我们都听你的。老爷子，您慢点儿。做得像样。大哥，我干啥？刷碗，刷干净，1个碗1分钱。1分钱？这么少？少？你哥当初在工地门口摆摊儿，头1天才卖了5块4。你先干着，把碗刷明白了再说别的。他脸都不要了，牌子被你驳了，就换个马甲继续干。让他开，做得好的面不怕比。大成哥，有个事儿你得看看。大成，报纸上写的什么？上面写着传承100年，河北牛肉泡面启动非遗申报。河北牛肉板面起源于清末，历经5代传承，是河北本土饮食文化的瑰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附了一张照片，是几个穿着统一服装的人站在挂着牛肉舞招牌的店里做面的场景。这群人为了抢我们板面，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啊！他们连太和2个字都不提了，写着直接说河北牛肉板面了。更麻烦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走地方非遗的申报流程了。如果河北那边先把非遗批下来的话，以后拌面这个品类的文化话语权就落在他们手里了。到时候咱们太和板面再出去说自己是正根儿，反而成了跟风的。放他妈的屁！拌面就是太和的，你爷爷的爷爷那辈就在摔，他河北算老几？爹，您别急，他们申报他们的，咱们有县志，有孙师傅的证词，有您的传承认证，他们拿得出来的，咱们都有；他们拿不出来的，咱们也有。大成，你还得回去一趟。回哪儿？回太和，去县文化馆老吴，就是那个副馆长，他那本县志手抄版里不光有光武帝的记载，还有更早的。我年轻的时候听他念叨过，说有一页专门写了太和板面流传地域考，清清楚楚表明了它只在太和周边几个县流传，没出过安徽。你要把那张东西找出来。爹，您是说？对，他们河北人可以拿板面这俩字做文章，但咱太和人得告诉他们，这俩字长在哪片土上，得由土说了算。这根杆子在太和土地上摔了100多年，他认的那片土，河北的土他不认。小龙，跟我走，再回一趟太和。现在就走。小张，你咋又回来了？吴馆长，又来麻烦您了。我爹说，县志手抄本里有一张流传地域考，专门标注太和板面流传范围的，您还记得吗？跟我来。不对，我明明放在这里的，会不会记错了？不可能错，这抽屉是我专门腾出来，放那本手抄本的上了2道锁。馆长，会不会是有人拿走了？半个月前，县文化馆的人来调过一次旧资料，说要整理太和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借走了几本书，其中就有那本手抄本的后面几页。借走了？那现在在文化馆？在文化馆，但文化馆的那个老赵跟我向来不对付。文化馆的那个老赵跟我向来不对付。上次他要借整本我没给，他就不高兴。这次要是去问他拿，他10有8九要刁难，管他刁不刁难，我都得去。我就不进去了，老赵看见我更来劲儿。你们去，就说是我让来拿的。进。你是哪儿的？我是大张村的，我爷爷是张老栓，做了一辈子拌面。张老栓，那几页资料确实在我这儿，我正整理着呢，没空给你。你下周再来吧。赵老师，我急着用。河北那边有人要申报板面的非遗，我们得拿这页地域考去证明太和板面的根在太和。那是你们的事儿，县里的资料有县里的保管流程，不是谁来说一声就能拿走的。你让老吴自己来，
然后再开个借调，签个字，按程序来。你这是干什么？赵老师，这根杆子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杆子底下的木头屑都熬进了太和的汤里，我们得把属于我们的版面的归属权拿回来。你看看，是这张不？你看看，是这张不？太和版面自东汉以后流传不出皖北，南不过应河，北不过亳州，东不过蒙城，西不过界首，其迹为太和独有。邻近各县偶有仿制，皆不得其法。盖因水土、气候、麦种之别，面团之筋度、汤料之融合，非太和本地不能全其功。太和版面者，太和之版面也。离太和十里有异味，离太和百里失本真。此非秘方，乃地气俨然。复印一份带走，原件不能给你，但这份东西县文化馆可以出公函证明它的真实性。赵老师，你别叫我老师。你爷爷那辈人做面的时候，我吃过他的面，那时候你爹还在穿开裆裤。拿走吧，河北人要争，让他们来找太和的土。大成，那句话我得记住，离太和十里有异味，离太和百里失本真。你说的真好，不是我说的，是太和的土说的。往后站，往后站，排成两腿，别挡着人家过路。这是郑总的法务代表张律师。张老板久仰，我代表华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正式通知你，你在省报上发表的关于太和拌面地理独特性的公开言论，涉嫌对河北地区拌面从业者的商誉侵害，我方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我讲的都是事实，事实不事实，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我方已经向省里相关部门递交了材料，质疑你们那页地域考的学术严谨性，手抄本无原稿对照，年代无法精确考中，在专业层面上，它只能作为民间传说，完全不具备地理标志认证的核心效力。你明知道那东西是真的，我知道不算，法院知道才算，评审团知道才算。张律师，我等着评审团来。河北非遗评审团的一位资深专家私下表示，愿意到太和实地考察，前提是不公开行程，不要媒体跟随，他要自己看自己尝。那位专家姓周，74岁，退休前是省社科院的研究员，专攻饮食民俗，在圈子里说话极有分量。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评审的结果。大成，明天那碗面你来摔，我不动。爹，我怕啥？你摔了这么多年了，天天摔，明天就是把灶台搬到一个人面前摔，还能摔出两样来？您是周先生，你是吴馆长。是，周先生一路辛苦了，咱们先回馆里喝杯茶。先不喝茶，你带我走一走，我想先看看太和县城。好，那我带您逛逛。一碗拌面，周先生，味道如何？面比小张家的略厚一点，嚼劲更大，但汤底的层次比它少了那么一层。不过这碗面跟河北做的还是两个东西。师傅，你这拌面做了多少年了？我做了23年了，我爹做了30多年，从改革开放那会儿就在这儿支摊儿，后来盘了这家门面。这面是跟谁学的？我爹呀。我爹的师傅是大张村的张老栓，张老栓是太和板面的祖师爷，您晓得吧？这方圆几十里做板面的，往前追3代，基本都跟他沾边儿。老师，我爷爷就是大张村的，张老栓的隔壁邻居。我这手艺不算正宗，我爷爷传下来的方子少了2味药，但我加了点自己琢磨的东西，客人还挺喜欢的。你加了什么？加了一点点陈皮。张老师傅那锅汤忒浓，年轻人吃了觉得齁，陈皮去了腻，又不太抢味儿。你这叫创新。创新可不敢，就是瞎琢磨。太和板面的根儿还是在张家那儿，我就是在这个根上动了动小枝叶而已。周老师，您今天已经吃了6碗了，您的胃？6碗而已。你知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吃了多少年？
5代人都不止了吧？你发现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说自己不正宗，确实，都说自己是半路出家，瞎琢磨的。可他们都承认大张庄这个同一个源头。这种遍地开花却不忘本的局面，不是靠一个商标、一家公司能造出来的，这是数百多年一碗一碗吃出来的。下午不去别处了，直接去大张村，我要见见那个把正宗放回碗里的人。你就是张老栓的儿子？是，周先生，请坐。周小龙，双大手揉着岁月沧桑，面团里藏着日子的倔强。小龙，去院里把晒的那筐干辣椒拿进来。大成，去。这碗面是我爷爷传下来的，他不该怕人尝。能照亮胸膛，这一碗拌面辣得坦荡荡，羊油裹着红椒，像热血在烫，宽宽的面条。你这个面跟河北那个面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河北的板面，汤是汤，面是面；你的面，汤跟面是长在一起的，面条筋道，但它吸汤，汤味浓，但它不压面的本味。这俩东西在碗里头是活的，不是死的。这面出了太和就长不出这个味儿，我信了。老爷子，你交了个好儿子。大成，我差点坏了你的事儿。是差点，但没坏。去把门口扫了，地上全是香料渣子。大成哥，河北省非遗申报暂停了。评审委员会采纳了周老先生的考察报告，认定太和板面具有明确的太和地域属性，河北地区的相关申报需重新核定源流。赢了，真的赢了！那河北人以后不抢咱了？不抢了，他们抢不动了。张老板，我今天是来认输的。郑总，您坐。城东那家店我关了，重新开了个拉面馆，跟我以前做的那些连锁不一样，就是一家小店，慢慢做。这里面是我写的道歉信，商标的事儿、抢注的事儿、在报纸上发软文的事儿，我认。你愿意公开就公开，不愿意公开就留着。我就想让你知道，你这碗面我服。郑总，那碗面你不吃可惜了，尝尝。以前你只闻过味儿，没真正吃过。以前你只闻过味儿，没真正吃过。张老板，我要是早3年吃到你这碗面，我不会跟你争的。把碗留着，明天他还要是再来，热一热还能吃。郑总能来第2次？能。吃了一半的人会惦记剩下那一半。大成，你现在赢了。往后打算咋办？我想在太和开一家总店。唐山这个店是根从太和伸出来的枝，但根还在太和。我打算回去，在大张村或者县城把咱张家的老灶台重新立起来。太和那边来人学手艺、参观考察，也有个正经地方。这边唐山继续开着，小龙留在这边管，我2头跑。唐山这边你放心，我会把事情都处理好的。二哥，那我干啥？你先学会摔面，等你能摔出10碗不重样的，跟我回太和。张老板，还记得我吃过的那半碗面吧？我惦记了几个月，今天来吃剩下那半碗。汤是早上熬的，不够浓了。你要是真想吃，我现做，现做最好，我能等。这个味儿，跟1个月前那碗一样。张老板，我今天来不光是吃面，我想跟你谈个合作。郑总，您上次的合作方案是买断我的牌子，这次又是什么方案？那是我过去的方案，这回不一样，你打开看看。郑总，您这图什么？张老板，我做了10几年餐饮连锁，大小品牌经手过10来个，我最清楚一件事儿，
能走远的牌子根得正。我以前想着把你这根挖走，挪到我自己盆里，但后来我明白了，根挪走了，树就死了。那我换个思路，我不动你的根，我帮你把枝叶长远。你的面做得好，但你不懂连锁，你不知道怎么统一标准，又不让味道变差，不知道怎么培训厨师，又不让手艺走样，不知道怎么跟商场谈租约，怎么找供应链，怎么做品控，这些我懂。你有根，我有枝，你不觉得这俩东西放一起挺合适的？我能摔出一碗让周老先生点头的面，但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能让这一碗面变成10碗、100碗、1000碗，而味道还不塌。郑总，您说的这些我得想想，但我有一条。配方不交，站子不卖，所有分店必须从太和采购面粉和香料。这条要是做不到，别的都免谈。成交。配方你攥着，面粉香料从太和走，我的人只做运营和管理。那我先走，回头让法务把合同改好，按你的条件来。你什么时候想好了，签个字就行。张老板，你知道我第一次吃你那碗面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吗？我想的是，餐饮这一行我做了10几年，第一次觉得有人做的比我好，比我做的正宗。板面没有正宗不正宗，只有用心不用心做。但是板面的根永远在太和。